全世界的人都消失了，一切物质财富全归你所有，你将如何度过余生？今天要给大家解说的这部剧《弥留之国的爱丽丝》，主人公小白选择了游戏人生，是不是没懂弥留之国、爱丽丝还有游戏人生是啥意思？没事，随着剧情推进，一切真相都会浮出水面。主人公小白是个无业游民啃老族，爱好打游戏、做数学题、研究汽车，属于智商高但不务正业的人设。小白有2个死党，一个叫黄毛，长得又高又帅，很招女孩的喜欢；一个叫李华，和名字一样，就是个平平无奇的打工人。其实小白以前并非如此颓废，他是在母亲去世以后才逐渐沉沦的。这天，小白被模范弟弟和偏心老爸接连嘲讽，气得离家出走，但是又无处可去，只好求助2个死党。哥仨最后在车站前集合，百无聊赖的3人幻想着东京会出现丧尸。小白觉得真有丧尸出现，他们3人中能活下去的一定是战斗力爆表的黄毛。黄毛却觉得有智力优势的小白还能躲过丧尸危机，并且展现出了难得的严肃，规劝小白抓紧找工作，别再跟他们鬼混。说着还扛起小白冲进了人潮之中，但此时大白天居然出现了烟花，3人在马路上乱窜，造成了车祸。骚乱惊动了警察，3人赶紧躲进了地铁站厕所的隔间。不一会儿，竟然有人来敲门，3人自然以为是警察，苟在角落不敢作声。就在这时，厕所灯突然熄灭，难道是停电了？可3人的手机居然也同时没电了，四周一片寂静，世界仿佛被消了音。大家觉得奇怪，小心翼翼走出隔间，发现刚才还人满为患的车站十字路口，此时竟然空无一人。甚至整个城市都毫无生气，一切电子产品也都失效，无法与人通信。3人停留在原地，猜测着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不过总是通过游戏麻痹自己的小白，还有打工人李华一致认为，如果世界真的只剩他们3个，其实也不赖。就在这时，眼前的 LED 屏幕突然亮起，显示着欢迎各位玩家，游戏即将开始的字样。顺着屏幕上箭头指的方向看去，不远处亮起红光，发出红光的大楼门口有游戏会场的标志。3人顺着箭头来到1楼电梯口，却没注意到自己已经踏过了一道红外线组成的网。电梯门口的工作台上放着多部手机，他们按照要求一人拿了一台，没想到刚一拿起，手机就自动识别了他们的面部。这手机同样没有信号，甚至连通话功能都没有。既然如此，就不能叫手机了。我觉得就他一个人的命都保住了，只有李华不幸把腿烧伤了。此时好记性提示几人顺利通关，并颁发给他们每人时限为3天的签证。不远处一张小桌上还放着一张梅花3。不等几人弄清楚签证是什么意思，一个衣衫褴褛的大叔向他们走来，边走边说，不管通了多少关都没有尽头，还说他的签证今天到期了。几个人惊呆了，而大楼的灯光也随着游戏结束而熄灭，整座城市又重回死寂。阿紫告诉他们，0点一到，签证过期的人就会被处死。赢得游戏以后，难度卡牌上的数字是几，就代表着你能获得几天的签证。要想在这里活命，只能不停地参加游戏。第2天一早，小白在街上四处查看，所有汽车门锁都失效了。他尝试发动汽车，却没有任何反应。更奇怪的是，某辆车副驾上的水果蔬菜已经严重腐烂，车主并不像是昨天才消失的。小白等人暂时安顿在了商场家居售卖区，他们还搜罗了一些食物，终于坐下来饱餐一顿。酒足饭饱，阿紫问3人：“城市里其他人消失时，你们在做什么？”3人把自己的遭遇如实道来，又反问阿紫在干嘛。阿紫谎称自己当时在工作，周围人莫名其妙的消失了。他比小白一行人早来3天，在他参加的第1场游戏中，他利用其他玩家帮他试错，最后除了他以外，所有人都死了。小白结合自己早上的见闻得出结论，对于每个玩家来说，路人消失的时间并不统一，但不管怎么样，既然有人发牌设计游戏，就一定有游戏管理者的存在。李华的烧伤很严重，他感叹一定是神设计了这一切。晚上，黄黄向小白提议，第2天晚上2人再去参加一次游戏，他俩需要尽快适应游戏，日后也好带着受伤的李华通关。小白正好也想借机研究游戏的特征，从而找出攻略的方法。第2日，小白、黄毛来到一个由公寓改造的游戏场地，他们到达时已经有不少人等在那里。有几个人打眼一看就知道跟其他玩家不是一个量级的，比如登山爱好者小美、壮汉彪哥，还有一个进大楼的店给电器充电的白发男子。建议故事里已经有小白了，我们就叫这个人阿银。游戏即将开始，本来游戏的难度是黑桃5，规则是与鬼捉迷藏，不能被鬼捉住。通关条件的是从公寓大楼内找出属于鬼的阵地，触碰阵地中的安全按钮即可。限时20分钟，倒计时结束，没有完成任务，建筑物就会爆炸。小美见状，马上开始压腿热身。一个大叔向小白和黄毛科普游戏类型，按纸牌花色区分，黑桃代表体能游戏，梅花代表着要进行团队协作，方块考的是智力，而红桃考验的是人心，需要玩弄人心，背叛伙伴。牌面上的数字越大，意味着难度也越大，当然也能得到更多的签证天数。游戏即将开始，阿银一马当先，来到了公寓的制高点，观察着所有玩家和鬼的动向。他跟彪哥似乎认识，但关系并不融洽。小白、黄毛暂时没发现鬼的踪迹，一间房一间房的搜寻着阵地，却没有一间能打得开。就在他们准备上楼时，鬼第1次开枪杀人了。原来所谓的鬼就是戴着头套拿着冲锋枪的杀手。小白发现，由于戴着头套，鬼的视野被极大的限制，只能看见正前方的事物。小白向其他玩家喊出了鬼的方位，
提议大家通过接力锁定鬼的位置，从而躲避鬼的追捕并寻找阵地。然而除了小美，并没有人响应小白。接下来就是光速发便当的环节，偏偏没有起名字的角色，包括那个科普的大叔，挨个领了便当。就在所有人都落荒而逃的时候，彪哥却一反常态，丝毫不慌。小白还注意到彪哥和小弟的手上戴着同款手环。彪哥安排小白去找阵地，再让小弟先把鬼引入圈套，自己和黄毛则趁鬼换弹匣的时候发动攻击。阿格里桑，阿格里桑！见识了彪哥的骚操作，黄毛虽然心里骂娘，但也顾不上那么多，按彪哥的安排向鬼发起进攻。见黄毛拖住了鬼，彪哥终于出手，但鬼的战斗力太强，彪哥也扛不过2招。黄毛掏出自己事先准备好的水果刀，刺向了鬼。谁成想，鬼虽然没了枪，又抽出一把40米的大砍刀，三人就这么以非常原始的手段扭打在一起，一时间难舍难分。另一边，小白在寻找阵地的时候，发现鬼似乎对某个地方非常在意，之前隔着很远都要向那里扫射。小白推测那个房间就是鬼的阵地，他和阿银同时赶到，锁定了阵地的位置。然而另一个问题浮上小白心头，鬼只要守在原地就行，为什么还要在楼里追杀玩家呢？但时间只剩3分钟，顾不得多想，两人小心翼翼走进屋，里面还有个套间。果然屋里也藏着一只鬼，而阿姨一开始充电的东西原来就是这个电击器。两人刚松了一口气，鬼一个回马枪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，阿姨躲出了门外，而小白则躲进了里间。需要触摸的按键就在相对的2面墙上，规则要求同时按下2个按键，一个人无论如何也完成不了这项任务。小白喊话求助，小美听了立刻发动跑酷技能前去救场。这时鬼已经打烂了里屋的门，准备对小白下手。就在小白快要坚持不住的时候，众人终于顺利通关，眼前的鬼此时也醒了过来，面具之下是一个看起来极为普通的大姐。小白、小美震惊于眼前的画面，阿姨却是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。黄毛那边的鬼也被彪哥徒手打死。黄毛看到鬼竟然也带着游戏专用好记星，原来这些鬼也是被迫参与游戏的玩家，对于他们来说，任务就是猎杀其他玩家。彪哥面无表情地捡尸体，把冲锋枪和剩余的弹匣收入囊中。黄毛则在彪哥死去的同伴身上找到了一个对讲机，里面传来了声音。黄毛刚想问彪哥这是怎么回事，彪哥却已经不见了踪影。小白和黄毛费劲通关的同时，李花和阿紫留守在根据地。李花向圣母祈求平安，阿紫却开始挑拨3个好友的关系。他给李花洗脑，小白家庭条件好，智商也高，黄毛帅气会打架，而李华长相、身高、家庭背景要啥没啥。他的朋友愿意跟他相处，无非就是因为在他面前有优越感。他们以后是不会带着一个瘸子参加游戏的。李华从朋友可能发生的背叛联想到自己入了邪教的母亲。小时候，他跟着母亲去参加宗教活动，年幼的他以为这是非常神圣的仪式，可没想到却目睹了母亲在祭祀面前宽衣解带。从小备受打击的他，本来是不信神明的，但最近的遭遇让他开始相信神是真实存在的。为了拉拢李华，在关键时刻能替自己去死，阿紫又出招了。似た者同士仲良くしましょう。游戏结束后，阿姨没有着急离开，她在鬼的身上搜出一幅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的图。而小白和黄毛直到第2天清晨才回到根据地，兴奋地讨论着去海滨的事。当然，眼下最要紧的是，距离他们第一次游戏已经过了3天，李华和阿紫的签证马上就要到期了，他们今晚必须参加游戏。入夜，几个人顺着指示标来到一个植物园。此次游戏只有他们4个参与者。广播提示众人戴上护目镜，其实就是一个智能设备，可以用来识别其他玩家，还能进行远程通话。游戏中还提供了大量工具任君挑选，难道是要让大家互相残杀？果然，好记星显示游戏难度是红桃7，还记得吗？红桃游戏是要靠玩弄人心和背叛伙伴取胜。今天玩的游戏叫灰太狼抓懒羊羊，1人当狼，3人当羊，被狼抓到的人会成为下一只狼，羊要躲起来，保证不被狼找到。游戏限时15分钟，时间一到，羊的吸氧圈就会全数爆炸，只有狼才能活下来。游戏开始，第一只狼是慌到看不出是哭是笑的李华，他疯狂拉扯脖子上的项圈，小白连忙阻止，因为他前一晚见识过鬼被爆头的场面，他们戴的这个项圈也可能会爆炸。拉扯了好半天无果，李华愤怒地看向伙伴。两人一对视，狼牌就转移到了小白身上。原来护目镜是用来锁定玩家的，一旦狼和羊确认眼神，玩家的身份就会互换。阿紫率先反应过来，在这个游戏里该躲的根本不是羊，而是狼。他大喝一声，众人不自觉的都看向他，狼牌也就到了他的身上。阿紫随手抄起一把榔头，一溜烟小跑躲进丛林。黄毛见状奋起直追，小白劝阿紫别跑了，大家一起想办法攻略这个游戏。阿紫怎么可能会听呢？他慌乱中扑倒在地，黄毛也终于追上了阿紫，两个虚弱的同伴终于开始刀剑相向。
尽管躲开了黄毛的大刀，阿紫一个不小心回头看了一眼黄毛，狼牌又转移到了黄毛的身上。这回换成了阿紫追着黄毛打。阿紫知道黄毛腹部有伤，甚至这个伤口就是他爆搭的，于是按着一顿暴锤。好家伙，按着节奏，不等游戏结束，俩酒活活致死了。小白仍然认为游戏能够通过合作破解。为了让狂躁的众人平静下来，他喊住黄毛，把狼牌转移到了自己身上，之后就跑了。黄毛和阿紫二人见状也追了上去。有伤在身的李华则完全没有战斗力，只能一边哭泣一边祈祷。小白在丛林中穿梭着，不料却遭到了阿紫和黄毛的夹击。他不敢直视二人，低头用余光感知着他们的位置。阿紫求生欲极强，绝不会轻易放弃生机。在他眼里，小白不过是个浑浑噩噩的混子。他劝说小白不如把机会让给他，说着抄起刀就冲了过去。关键时刻，李花还是选择了朋友。黄毛颤颤巍巍地追上去，但因为身负重伤，也跑不了太快。在逃窜的过程中，小白路过一面玻璃，他终于能停下来，对着玻璃映射出的倒影，尝试用刚才拿到的各种工具拆卸脖子上的项圈，可惜都是徒劳无功。看到这里，偏偏有个脑洞：如果3只羊都站在玻璃前，算不算同时和狼对视？那就变成3只狼1只羊了，顶多只需要死1个人。就在小白试图用钳子直接剪断项圈的时候，他又想起前一晚鬼被爆头的场面，瞬间又失去了动手的勇气。耳机里传来了黄毛的咒骂，说小白根本不是真心要破解游戏，只是想一个人独活。小白只是一边哭泣一边说着对不起，不知道是在为自己的无能感到抱歉，还是因为他真的萌生出了独自偷生的念头。小白回忆起了弟弟考上大学之后，爸爸在祝贺弟弟的同时，俩人还拉踩自己，说自己对这个世界漠不关心，没有生活的热情。或许这场游戏最该死的就是自己吧。黄毛的叫喊声把小白扯回现实。お前が負け組のままでいるんなら、狼の権利を俺にくれ！尽管嘴上这么说着，但黄毛伤势太重，倒在地上。他准备好给女友的求婚戒指，也应声落地。相比没有生活目标的小白，黄毛真心希望能组建一个家庭。但看着戒指，他也想起女朋友说他总是提起小白和李华，说明朋友在他心目中的位置无比重要。游戏还剩5分钟，李华仍然拼命压制着阿紫，尽管他自己也不想死，但他更希望自己的朋友能活下去。小白也回忆起了被老爸弟弟拉踩时是2个朋友的陪伴，让他有了些许的宽慰。想到这里，小白发觉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最珍视的就是这2个朋友。如果朋友都死了，那他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小白终于站起身来，准备把狼牌交给其他人。然而回忆起过往种种欢乐的场景，不打算独活的不止小白一个人。李华紧紧捂着阿紫的嘴，藏在了树丛中。黄毛也巧妙地避开了小白的搜寻。此时镜头不但给到游戏规则，规则里强调羊要好好躲起来，不要被狼找到。而真挚友情的黄毛和李华真的一直躲着，不想让小白找到。看来这个游戏考验人性的部分是，只有你肯为了朋友牺牲，才可能有一些生机。也就是说，只要羊全部藏好不被发现，说不定大家都能相安无事。只见时间所剩无几，阿紫也不再挣扎，绝望的和李华紧紧拥抱在一起。黄毛则点了一支烟，准备好了跟小白说的临别感言。ありがとうな。啊，不是，真死了！我操！面对无辜惨死的伙伴，小白和屏幕前的平民一样，忍不住崩溃大叫起来。到这里，弥留之国的爱丽丝前3集的故事就说完了。失去同伴的小白将如何在这个世界生存？小美、彪哥和阿银还会登场吗？他们又都是什么立场？最讲集中提到的海滨真的是安全之地吗？这个恐怖游戏的背后到底是被何人操控？未来几集又会有怎样离奇刺激的致命游戏在等待着小白？咱们下期再见，拜了个拜！喜欢我的解说，请按一个喜欢，也要记得点击右上角订阅我的频道。那么我们下期再会，拜了个拜！突然有一天，全世界99.99%的人都瞬间消失，剩下的0.01%要不断参加致命游戏才能在这个世界存活。为了让好友小白继续通关，回到原本的世界，黄毛和李华主动让出了生的机会。然而好友的死让小白备受打击，孤身一人的小白万念俱灰，他无法接受自己独活的现实，因此自暴自弃，躺在了大马路上。在鬼捉人游戏中，和小白打过配合的小美则跟小白截然相反，她利用有限的资源，每天做饭、锻炼、阅读，小日子过得井井有条。路人消失之前，小美一直跟着征服大小山峰无数的父亲学习登山技巧。后来父亲被怀疑单独无氧攀登珠峰的壮举是假的，父亲没有在意流言，只是背着登山装备再次出发了。然而这一走就没了音信，救援队出动大量人员搜救无果，小美也因此十分消沉。但当她被卷入这个局之后，小美意识到，反正总有一天会死，那就要过好死前的每一天。见小白一连数日躺在马路上，小美动了恻隐之心，她把小白捡回了自己的根据地，给他做了顿饭，还跟他分享了自己万念俱灰时的心路历程。经过小美的开导，小白终于打消了饿死自己的念头。小美打算参加今晚的游戏，因为在鬼捉人的游戏中，小白帮了小美一把，这一次她要带小白通关。入夜，两人来到了一处会场，起点在一辆破旧的公交车上。玩家除了他俩，还有3个大哥，他们是在第1场游戏中结识的，后来一起闯了4关，结成了深厚的友谊。不过其中一位大哥腿受伤了，看着眼熟不？又是咱们轮到你了的老朋友，猥琐男内山达生，以下咱们也简称内山好了。
这次的游戏级别是梅花4，也就是需要团队合作的游戏。但奇怪的是，游戏并没有体现出需要团队合作的迹象。游戏规则是在规定时间内抵达终点，活着到终点就算通关。游戏开始后，好记星倒计时2小时，同时显示他们的距离为0。看起来他们需要跑步前往终点，但由于内伤的腿受了伤，另一个大哥尝试直接开这辆公交车去终点。他推测这辆车是烧柴油的，不过车子虽然可以发动，但是没有燃料了。这时内山发话了，他不想拖累同伴，让其他人先走，他自己另谋生路。同伴们真情实感，不愿意放弃他。内山也是真情实感，想让伙伴们活命。一番纠结之后，4个人最终还是踏上了起点。小白想起了希望他活下去的黄毛和李华，也随着其他人奔跑起来。几个人就这样跑起了马拉松。好记星显示他们跑过的距离越来越远，但他们不知道终点在何方，也不知道还要跑多久。怎么看都不像是考验合作的梅花游戏，更像是考验体力的黑桃游戏。终于到达一个补给站，4人口渴难耐，但谁都不敢喝这里提供的水。小美掏出了随身携带的保温杯，把水分给了小白。小白心软，喝完以后又把水分给了另外2个大哥。几人解渴后重新上路，进入了一段漆黑被停满了汽车的路段。小美觉得前面有东西在等着他们。几个人在密布的车辆间穿梭，躲避猛兽的追捕。一个队友不小心落单，被猛兽扑倒，生命垂危之际，他还不忘让其他人快跑。尽管于心不忍，但队友用生命换来了逃亡的机会。小白一行人再次出发了。途中，小白看到一辆烧柴油的摩托，联想起当初李华曾说过，在现在这个世界，不需要电子电路操纵的电器仍然能正常运转。小白猜测，柴油摩托或汽车说不定可以发动。这一查看发现，摩托里仍有一些柴油，但是没有电瓶，所以发动不了。此时小白想起起点处的公交车不是可以发动，单单只缺了燃料吗？已经经历过与朋友生离死别的小白，不愿意放弃任何一个队友。他让小花和剩下的队友先去终点，自己则想推着摩托回到起点，然后用摩托里的柴油发动公交车，这样就可以带着受伤的内山一起通关。小白哼哧哼哧推了半天，终于回到了起点。在这里躺平等死的内山看到小白回来找他那一刻，感动的都哭了。与此同时，小美和另一位队友也抵达了路的尽头，终点可能就在此处。然而，就在倒数5分钟的时候，终点线上出现了异动。水？滔滔洪水冲破了终点处的铁门。小美和大哥扭头就跑，为躲避洪水，他们也离终点越来越远。小美毕竟是练家子，还能勉强招架，大哥却在惊慌中摔倒在地，最终被卷进了洪水。小美继续跑着，此时小白和内山也开车跟小美相遇了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小白终于拉住了小美的手，然而整辆车也被卷进了滔天洪水。洪水退去后，小白、小美等人相继醒来，发现自己仍在青岛的公交车里。他们爬出车厢，这才发现车厢侧面赫然写了一个单词：终点。原来他们从一开始就已经身处终点，而好记星显示的则是他们距离终点的距离。合着这帮人白跑一趟，白死俩人，这其实就是个脑筋急转弯。小白、小美和3人组为幸存的内山互道珍重后就分道扬镳了。小白则向小美透露了海滨的事，他想继承黄毛和李华的意志，好好活下去，去海滨找到这个游戏的答案，揪出幕后主使，为2个好兄弟报仇，也让世界恢复原状。几经打探，小白和小美没得到关于海边的半点消息，于是他们改变策略，开始暗中观察。通过观察，其他玩家发现不少人是组队前来，这些玩家手上都带着彪哥通关手环。游戏结束以后，通关的也大多是带着手环的玩家，对于他们来说，攻略游戏似乎并不困难。小白、小美一路尾随，发现这些人还是开车来的。为锁定这伙人的目的地，俩人一路狂奔开始追，这就有点离谱了。你俩是上个游戏跑上瘾了吗？就这么跑，怎么可能追得上呢？あれなの？あれだ。万万没想到，俩人还真一路追踪，找到了海滨的位置。东京就变得一片死寂，然而海滨却始终一片灯火辉煌，歌舞升平，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。然而，小白和小美的暗访并不像他们自己想象中那么隐蔽，海滨的人也早就察觉到了他们的存在。当他们再次重见天日，已是第2天清晨。眼前的人有组织有纪律，俨然是一个帮派，但一个个衣着暴露，又不像啥正经帮派。大 boss 终于出场，来人是一个名叫帽匠的长发墨镜男。爱丽丝是拍游戏，还有蓄着长发的帽匠，妥妥对应了《爱丽丝梦游仙境》里的疯帽子，所以咱们就直接叫他疯帽子好了。疯帽子告诉2人，想要摆脱这个疯狂的世界，方法只有一个，那就是集齐全部的扑克牌。天真的小美以为集齐扑克牌就能让世界恢复原样，疯帽子纠正他，出问题的不是原本的世界，而是他们这些玩家。他们被选中来到这个跟现实一模一样的地方，不停的通过玩游戏苟活，只有凑齐一副扑克，才能回到原来的真实世界。根据前几个游戏不难看出，一个人想集齐一副牌几乎是天方夜谭。也正是因为难度巨大，因此疯帽子在海滨这个地方成立了一个乌托邦组织。波斯科不相信眼泪，海滨也没有秘密，成员们不分彼此，齐心协力一起集牌。每集齐一副牌就送一个人回到原来的世界，而被选送的顺序则根据这些玩家在帮派里的排名。目前排名第1的自然就是疯帽子。
排名会根据大家收集扑克时的贡献程度浮动。而在海滨一共就仨要求：第一，必须穿泳装，这样就无法藏匿武器伤害他人；第二，所有扑克牌都是海滨的共有财产；第三，背叛者只有死路一条。只要遵守以上3条，在海滨你可以吃喝嫖赌尽情享乐。海滨用柴油燃料驱动发动机发电，用水来源则是雨水，还会收集军火，因此不管是物理条件还是武力值，都要比《弥留之国》里的其他显草玩家强得多。小白和小美竟然不请自来，疯帽子要求他们留下来为组织打工，还威胁2人拒绝配合就把他们关到青龙到期，到时候2人同样难逃一死。而小白得到的红槽7，也就是玩狼中央游戏获得的牌，碰巧是海滨不能收集到的一张牌。疯帽子非常高兴，没有太为难2人。在海滨，大家白天泳池趴，晚上喝酒蹦迪。游戏时间一到，就分组去攻略游戏。小白在鬼捉人游戏中遇到的阿银，也是海滨的一员。阿银仍是一副精于散尽的样子，不知道在打什么鬼主意。他跟同伴透露，小白和小美或许对他有用。又是游戏之夜，海滨玩家凭借着人多力量大，还有武力优势，基本都能轻松过关。其中表现最亮眼的还属彪哥，战斗力堪比武二郎。曾经帮周董卖奶茶的3级采花，在海滨也当上了干部。花姐带着小白来到游戏会场，说是要考验小白，看他是否有资格在海滨当个小干部啥的。而小美被分去了另外一组参加游戏。花姐和小白抽到了海滨缺的最后一张方块牌，方块4。方块牌代表着这一关需要智取。题目一出我就乐了，跟我曾经解说过的极限空间里的灯泡题一模一样。A、B、C 3个开关，只有一个能打开礼物的灯，是哪个不告诉你。门关上时可以无限次数打开开关，但是因为门是关上的，所以你还是不知道是哪个开关控制灯。如果留人在屋里观察灯泡明暗或开关呈打开状态，门就会被锁上，无法打开。而门开了的时候只能开1次开关，整组人只有1次答题机会。屋里还有源源不断流出来的水，头顶上就是漏电的电路，时间一到水淹电路，整组人一起见阎王。因为无法派人进小屋里直接查看灯泡明暗，众人提议先开着门尝试打开 A 开关，如果灯没有亮，说明正确选项就在 B、C 当中，那就从里面蒙一个呗，起码1半的概率。66%。あれ50%でしょ。花姐为啥说是66%呢？让我这个文科生斗胆来帮大家算一下，3个灯只有1个是正确的，有2次选择机会。第一次选择时，3个灯盲选1个，命中的概率是1/3，没有命中的概率是2/2。第2次选择时是在剩下的2个里选，命中的概率就是1/2，有可能第一次选择命中，也有可能第2次选择命中。那么命中的概率就需要2种命中选择相加，就是第一次选择命中了的1/3，加上第一次选择没有命中的2/3，乘以第2次选择的命中率1/1，得出了最终的命中概率，也就是2/3，约等于66%。看来花姐似乎心中有数，但她铁了心要测试小白的能力，没有出手解谜，只是不断反问小白是否要听大家的意见。其他玩家又在不停催促小白动手，重压之下，小白想到规则中提到门关上时可以无限次打开开关，由此他似乎想到了解法。他让其他玩家先关上门，率先打开了 A 开关，然后什么也没有操作，干等了一段时间后，他关上 A 开关，并叫队友把门打开。门开后，他又开启了 B 开关，但这灯泡并没有反应，说明 B 开关是错的。小白又叫队友去摸灯泡的温度，此时灯泡发热，小白和花姐同时喊出答案是 A。花姐早就知道解法，如果小白实在想不出，她应该也会出手，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，先关上门，打开 A 开关一段时间以后再关上，再打开门尝试 B 开关，发现 B 开关不是正解，此时触摸灯泡烫手则说明是 A 开关，不烫手则说明是 C 开关。顺利通关后，小白回到群魔乱舞的海滨，和同样平安归来的小美碰面了。跟小白一起参加了游戏的水姬妹子见小白小美如此要好，提议2人直接在一起得了，毕竟在这个疯狂的世界，没准第2天就嗝屁了，还是及时行乐比较好。正说着，彪哥带着一帮人出现了。彪哥带领的队伍被称为武斗派，全海滨只有他们有拿武器的权限。彪哥有2个手下，戏份比较多，这个话痨的咱们叫他蛇精男，这个话少的咱们叫他鬼脸男。唯一能与这帮武斗派抗衡的，则是疯帽子带领的理想派。2帮人互相制衡，海滨才得以存续。要想获得舒坦，最好不要招惹武斗派的人。然而，彪哥今天的目标正是小白，他对于黄毛的死感到非常遗憾，也很失望，活下来的竟然是小白这样的弱鸡。见小美也来到了海边，彪哥就萌生了和小美一起上山下海的想法。水姬害怕对着彪哥，不敢出头，但小白肯定不能放弃队友，眼瞅着就要上升为暴力事件。好在疯帽子的出现替他们几人解了围。疯帽子让彪哥认清自己的位置，不要找新人的茬。解决了海边的小纷争之后，疯帽子召集大小干部一起开会，在游戏中表现突出的小白被当作预备干部也叫去了会议。经过今晚的鏖战，海边又收集到好几张此前不曾拥有的牌，迄今为止游戏中尚未出现过任何一张人头牌，也就是勾圈凯。
假设游戏中不存在人头牌，那么海滨只差红桃10没有集到。但问题是，红桃10从来没有出现过。花姐猜测，游戏可能有一定的触发条件，而疯帽子的签证也快到期了，他将参加下一场游戏。弹幕们七嘴八舌，提了一堆通关小技巧。不过疯帽子不屑于用这些花招，他自信保持全胜记录的自己一定能顺利通关。得到疯帽子青睐后，小白、小美相约从海边玩家口中打探更多关于这个游戏世界的底细。在打探过程中，小白偶然发现了一个气味难闻的巨大垃圾箱。原来这些都是背叛者的尸体，负责处刑的正是武斗派的人。见小白已经见识了海边的残酷，阿姨看不见山的问小白下一步他要如何行动。小白说他只是想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既然黄毛和李华都已经死了，他现在的目标就是保送小美回到正常世界。阿英和水姬认为小白的理想很美好，但以他们二人的能力，想等到轮到他们回家的那一天，基本上就是痴人说梦。而且疯帽子的掌控力逐渐减弱，被彪哥带人的武斗派推翻是迟早的事，到时候整个海滨也会乱得一锅粥。阿英打算在东窗事发之前把所有扑克牌偷走，逃离海滨。他邀请小白和小美加入自己的计划，而本就不愿意为海滨卖命的二人很快就答应了阿银。第二天，所有干部被召集参加会议。因为疯帽子死了，疯帽子在游戏中死于枪击。其实镜头几乎已经给明示了，疯帽子进入游戏会场之后，我们可以发现有持枪的人尾随其后，明显就是武斗派的人。看来他们早就打算对疯帽子下手，然后让彪哥上位。为维持海滨的稳定，理想派成员提议暂时不公布疯帽子的死讯。按道理来讲，下一任领袖应该是排名第2的眼镜哥。但在武斗派、蛇精男和鬼脸男的威逼下，大家不情不愿地通过举手表决，让彪哥接替了疯帽子的位置。疯帽子把所有扑克牌放到了皇家套房的保险箱里。接任仪式上，新任领袖会拿到写着保险箱密码的信封，确认密码后再重新封印密码。紧接着，干部们向海滨群众公布了换届的消息。阿银安排小白趁此契机窃取扑克牌，小白侵入皇家套房，小美在外把风。小白在衣柜里找到保险箱后，阿银告诉他密码是8022。虽然阿银没有看过信封里的密码，但彪哥打开信封的那一瞬间，他从彪哥惊讶又困惑的表情看出，信封一定是空的，而密码其实就是 BOSS 这个单词的镜像。然而，当小白按下密码后，警报竟然响了。紧接着，彪哥和手下把小白逮来了正着，而跟在后面的正是计划的始作俑者阿银。彪哥竟然还对阿银表示了感谢，还说多亏了他的举报，才能逮住小白这个叛徒。小白被神灵男拖进了一间密室，被封住了眼睛和嘴巴。等第二天小白签证到期，他就会在无法感知时间流逝的情况下被激光射穿脑门。都说最大的恐惧来源于未知，能想出这种行为方式，可见神灵男有多变态。在处理完小白之后，武斗派再次打起了小美的主意。与此同时，前法医花姐动用她的职业技能，开始解剖疯帽子的尸体，取出了他体内的子弹。而阿银趁夜深人静，再次来到皇家套房。原来他是把小白当成了套狼的孩子。阿银早就知道保险箱不可能放在那么显眼的位置。小白被抓以后，阿银发现彪哥一直在看墙壁上的画，他推测交接日上的信封里既没写密码，也不是白纸，而是画了一张图，真正的保险箱应该就在画的后面。阿银许下那幅画，墙上果然嵌着一个保险箱。他按下8022，就此拿到了除红桃10以外的全部数字牌。就在此时，海边的电力居然出现故障，但很快又自行恢复了。偷到扑克牌的阿银和水姬在院内会合，两人为是否应该出卖小白争执起来。就在水姬准备回到酒店时，阿银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。整个海滨基地居然变成了游戏会场，酒店内的喇叭开始播报，为感谢这些房客的支持，酒店为他们准备了一场游戏，而游戏难度正是从未出现过的红桃10。所有玩家按照要求到酒店大堂集合，等待大堂的除了数不清的好记星，还有一具胸口上插着刀的女尸。游戏名为狩猎女巫，好记星提示凶手即女巫，此人就藏在海滨的玩家当中，把她找出来并扔进制裁之火焚烧，其余人就算通关，限时2个小时。此时的小白还被关在密室中，他何时才能重新上线参与游戏？以上就是《弥留之国的爱丽丝》第4到第6集的全部剧情。其实刚开始看剧的时候，偏偏以为小白会逐渐适应这个靠闯关打怪生存的世界，最后靠着惊人的脑力 slay 全场攻略游戏。游戏的前3集，游戏的刺激感拉满，小白和黄毛李华的亲个大戏也非常打动人。结果还是想简单了，虽然也有观众说情节拉胯，第4集之后游戏不如前3集那么刺激，但在偏偏看来，游戏部分的削弱也是在为乌托邦设定的出血让路。这个设定非常容易让人联想到英国小说《蝇王》，故事讲的就是在完全封闭的环境下，一群孩子逐渐分化成了2派，理性派最终被邪恶派压倒。在这部剧中，这个乌托邦看似物质丰裕，大家都过着酒池肉林的生活，但实际上内部有着严明的等级，提倡文治的理想派，崇尚武治的武斗派。他们看似维持着这个小社会的平衡，实际上还是在奴役其他住户。海滨的所有玩家都是金字塔尖上少数几个干部的击败工具。如果是原来单打独斗是在为自己奋斗，那么现在就彻底成了给别人打工。理论上讲是按排名挨个往原来的世界送，但用角度的想也知道，这他妈纯属扯淡。
先不说这样集齐了到底好不好使，就算不算人头牌，每送一个人回去都需要40张扑克牌，也就是至少要赢下40局游戏。而很多游戏都和红桃七一样，是必然会死人的。甘愿听信疯帽子的鬼话，并为这种想法奴役的玩家，无非就是在麻痹自己，借着海边的物质和人力资源，在弥留之国苟活。而且到了后来，武斗派压倒理想派，几乎是再现了《银王》中辛辣的预言。回到这部剧本身，花卷的疯帽子经尸检后，镜头故意切到了彪哥的手枪，再次暗示疯帽子是彪哥所杀。按照红桃游戏的尿性，玩家十有八九得玩到精神崩溃才能通关。在狼中阳游戏中，小白同时失去了2个挚友，而想要通过红桃10，付出的代价恐怕只多不少。一旦有玩家破解游戏，他们就集齐了所有数字牌，真的能把一个人送回原来的世界吗？弥留之国的操控者又是否会因此现身？操控者设计这个局的目的又是为何？他筛选玩家的标准又是怎样的？咱们下期再见，拜了个拜！喜欢我的解说，请按一个喜欢，也要记得点击右上角订阅我的频道。那么我们下期再会，拜了个拜！在这间酒店里，人们白天参加泳池派，晚上喝酒蹦迪，全天嗨个不停。这天，竟有一个妹子的尸体出现在了酒店大堂。这个惨死的妹子就是一道谜题，所有住户必须一起找出凶手，否则2小时倒计时结束，所有人都难逃一死。在前几集中，主人公小白被带入一个必须不停玩死亡游戏才能活下去的弥留之国。在游戏里，小白痛失2位挚友，但同时也和身手不凡的小美结成了互帮互助小组。两人发现有人在这个危险的世界成立了一个乌托邦组织海滨，这里的人们一起勾勒游戏，目标是收集全套扑克牌，居然每集齐一幅就能送一个玩家回到原来的世界。而海滨首领疯帽子的死打破了这里的生态平衡，武斗派头头彪哥趁势上位，但还没等他坐稳老大的位置，海滨竟变成了游戏会场，一个妹子死在了酒店大堂。全员找凶手的猎杀女巫游戏就此拉开帷幕。死者名叫萌萌，按理说她的好闺蜜明明每天都和她形影不离，偏偏今天萌萌落了单，还被人插刀，因此武斗派最先怀疑的就是明明。小美和花姐上前阻拦，提出要依据不在场证明找女巫，不能这样没头没脑的乱抓仪器。这一来，有人注意到了花姐手腕上的血迹，她这才道出经过尸检发现，打死疯帽子的子弹就来自海滨，而海滨有机会接触武器的只有武斗派。彪哥这时才现身，他自认为女巫不在武斗派中，如果女巫不主动承认，武斗派会直接杀掉所有人，确保没有漏网之鱼。武斗派听了老大的话，于是开始激情扫射，一时间大家各自逃命。小美拉着撕着萌萌的好闺蜜明明开溜，还没忘了帮小白带一个好记星。当然，武斗派中也有对这一举动表示怀疑的成员。游戏开始后，为方便屠杀，鬼脸男还在酒店里放了火，人们为躲避火焰都会跑到院子里，蛇精男在顶楼狙击。这样一来，武斗派就不用费力气搬运尸体，这招果然奏效。一大波明明真相的玩家听见消防铃声响起，纷纷向着大楼外面跑去，结果都在半道上被武斗派干死了。与此同时，小美和明明一边躲避屠杀，一边寻找着小白。帽子哥之前在鬼捉人游戏中被小白救过，所以现在也加入了搜救小白的队伍。在某个房间，大家碰到一个躲在浴缸里瑟瑟发抖不敢杀人的武斗派，危急关头他告了小美，小白就在酒店大楼里。帽子哥勇猛地暴揍了武斗派，得到了小白在4楼的情报。而聪明勇敢没啥力气的阿银和水姬2人则在监控室里做山关虎斗。水姬发现有个人趁乱在办公室里偷偷摸摸搜寻着什么，他来到办公室，发现竟是花姐在这里翻箱倒柜。法医花姐搜罗了一系列道具，她想先提取凶器上的指纹，再跟嫌疑人的指纹做比对，这样就能找到真正的女巫。虽然现在离锁定嫌疑人还有10万8千里，但好歹花姐想的是个正经办法，强过直接把人都秃噜死，然后再把尸体扔火里烧。此时，刚放完火的鬼脸男堵住了花姐的去路。为给花姐争取时间，水姬挺身而出，要与鬼脸男一决高下。花姐则在水姬的掩护下回到酒店大堂提取证据。水姬看起来是个弱女子，竟和提着大刀的鬼脸男打得不分上下。鬼脸男问起水姬过去的职业，水姬也只是淡淡的回答，不过是个服装销售员。其实天生秀气的水姬出身空手道世家，业余时间她喜欢尝试用化妆品打扮自己。向来威严的父亲发现了儿子的怪癖，从此家门中再容不下水姬。离家多年，当他再次出现在母亲面前时，已然是女儿身。母亲不仅没有责骂他，反而觉得水姬现在的打扮非常适合他。鬼脸男此前则是个郁郁不得志的小说家，自闭的他来到弥留之国后，还体验到活着的感觉，因此他削去头发，纹了一身奇怪的纹身，为的就是和过去的自己做个了断，在这里活下去，再也不回归现实。鬼脸男全盘否定了他的过去，而水姬却敢于正视过去的自己。他现在想努力活下去，回到现实，照顾生病的母亲。一时间，求生欲爆棚，原力附体，把鬼脸男捶倒在地。另一边，水晶的伙伴阿银则来到天台阻止蛇精男。来到弥留之国前，蛇精男曾是个饱受校园暴力的学生。非常讽刺的是，来到这里以后，蛇精男反而成了残忍的施暴者。阿银告诉蛇精男，海边的店里原本是由发电机驱动的，现在却恢复到了自主供电。也就是说，游戏管理者潜入了海滨，偷偷调整了电力驱动方式。蛇精男也不笨，把矛头直接指向阿银，因为只有干部们有管理电力的权限。也就是说，搞鬼的只能是干部。他打算从阿银开始下手。
而被绑在小黑屋里的小白仍然没有挣脱束缚，但想到对他寄予厚望的黄渤和李华，小白开始疯狂在地上摩擦嘴上的胶带，看得我脸疼。终于，小白费了2寸多厚的脸皮和1升的口水，终于得以喊出了一声救命。来到4楼虚乱团的小美等人顺着呼救声找到了小白，关押小白的这个房间上了锁。就在这时，小美等人也被武斗派盯上了。小美再次施展飞檐走壁大法，将小白救了出来。离线将近1集的主角终于重新上线，但此时距离游戏结束也只剩30分钟。小美从女巫的视角看问题，认为女巫想要躲避其他玩家的追捕，就要混在猎杀者当中杀别人，也就是说，女巫可能是武斗派的人。小白则不这么认为，因为这样下去，武斗派迟早也会自相残杀。而且根据他打通红桃七游戏的经验来看，游戏设计者就是在玩弄所有玩家，最后哪怕是能够通关，玩家的心情也一定是相当自闭。直接让武斗派通过滥杀无辜的方式取胜，未免太过简单。半晌过后，小白突然醒悟过来，疯帽子、萌萌接连死亡，随后海滨就成了游戏会场。这根本就是某个熟知海滨情况的人算准时机，为海滨和这里的玩家量身打造的游戏。因此，他不该从女巫的视角看问题，而应该从游戏设计者的角度出发，揣摩设计者的动机。很快，小白便有了思路。与此同时，花姐的指纹研究似乎也有了结论。然而，就在他要把结果通报给大家的关头，却遭遇了武斗派的袭击，晕了过去。很快，武斗派就将最后剩余的玩家团团包围。彪哥随从手下把这帮人一网打尽。想明白游戏机制的小白终于赶来，叫停了这一疯狂的行为。小白先是表明了自己的清白，事发时他一直被囚禁在小黑屋，所以他有不在场证明，肯定不是女巫。只要彪哥不是女巫，就没有理由杀他。小白向彪哥提议一起合作找出女巫，然而彪哥不仅没接小白的茬，还按住他一顿暴揍。ピーチの中で唯一アリバイの確かなアリスを襲う。あんたが魔女だからよ。此言一出，很多人都对彪哥产生了怀疑。然而彪哥竟没有否认，反而大方承认了自己就是女巫。武斗派的队员听了，纷纷举枪相向，却没有一个人有勇气真的开枪。此时，小白叫住了举枪的众人，道出了他推理得出的结论：红桃十应该是最厉害的玩弄人性的游戏，绝不可能这么轻易就能猜到是女巫。彪哥之所以认了女巫这个身份，也有他的原因。あんたが殺したのは桃香じゃない、帽子屋だ。小白之所以这么说，是因为他在彪哥的眼睛里看到了自我厌恶、自暴自弃和当初玩狼和羊游戏害死朋友的自己如出一辙。据小白的观察，武斗派有那么多武器，按理说想坐上海滨第一把交椅是分分钟的事，为什么武斗派还会和理想派长期相互制衡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彪哥和疯帽子压根就不是敌人，而是亲密无间的挚友。为了维护海滨的稳定，压着像神针男、鬼脸男这样疯狂的人，彪哥必须扮演成比他们还要凶狠的角色。而实际上，早在进入弥留之国前，彪哥和疯帽子就是非常要好的朋友。小白猜测，彪哥是想阻止失控的疯帽子，这才痛下杀手，杀死了朋友。小白说的一点没错。来到弥留之国后，疯帽子和彪哥发现这个世界实在太过绝望，疯帽子决定在海滨创立一个乌托邦，为玩家们创造希望。疯帽子哄骗众人，集齐所有扑克牌，就能回到原来的世界。然而，统治让他逐渐走向疯狂，他下狠手杀死了私藏扑克牌的玩家，还定下了背叛者杀无赦的规矩。而在疯帽子人生的最后一页，他的确顺利通过了游戏。游戏结束后，他在游戏会场秘密会见了彪哥。彪哥向疯帽子提议解散海滨，因为他已经快要压制不住武斗派了。疯帽子把这一提议看作是背叛，彪哥却觉得这种用谎言维系的生活毫无意义。失望的疯帽子把枪口对准了彪哥。就这样，彪哥亲手杀死了自己最好的朋友。然而，他把这一切都归责于海滨住户，是他们的存在逼疯了自己的朋友，因此彪哥要把他们赶尽杀绝。游戏设计者就是利用了彪哥的心理，为海滨量身打造了这款游戏。听了小白的推论，武斗派的人也弄蒙圈了。原来他们不是为了攻略游戏，迫不得已才杀人，而是被彪哥当枪使了。既然如此，那真正的女巫到底是谁呢？小白对此也有了结论。他深知红桃游戏的主旨就是为了嘲弄玩家，就像狼和羊的游戏，大家都想活，游戏就偏偏让你死。而在这场红桃十游戏中，牺牲了如此多的性命，反而可能存在让全数活人性命的通关方法。通关条件是把女巫投入火中，当有一个人是女巫的时候，所有玩家既能完成任务，还能保住性命。女巫就是在游戏开始前就已经暴毙身亡的萌萌。尽管小白的推论非常有道理，但此时大多数玩家都还在震惊中没反应过来。彪哥仍然没有放弃让所有人一起陪葬的想法，于是又在玩家中引起了骚乱。大家就这样没头没脑的哐哐乱打，好汉不敌人多，被虾兵蟹将团团围住的彪哥痛苦地回忆起了他打死疯帽子的时刻。原来疯帽子的枪里根本就没有子弹，彪哥白白杀死了自己最好的朋友。眼见着局面不受控制，明明声称他有吸引彪哥注意的办法，他让小白、小美到时候趁机把萌萌的尸体丢进火堆，然后明明叫停众人，并且大喊着自己就是游戏的发牌者。
明明被击伤后，大堂一片寂静，所有人都不知道该作何反应。此时，被击晕的花姐终于醒来，揭开了萌萌死亡的秘密。她提取了插死萌萌的刀柄上的指纹，发现指纹是倒着的，说明刀是被萌萌自己倒握着插入胸膛的，跟小白的推理不谋而合。本就惊呆了的众人更蒙圈了，难道这么长时间以来，他们一直在被两个学生妹玩弄吗？小美的猜测，他们俩可能也是被人控制了。就在彪哥也被眼前的景象镇住之时，大伙慢慢逼近前厅。偷袭之人竟是神经男，虽然被阿姨攻击半路下线，但海滨最难搞的刺头不能轻易狗带，他仍然怀揣着扑杀众人的欲念。其他手无寸铁的玩家们四散逃开，但仍然有很多人死在了神经男的枪下。小白、小美上前阻拦，没想到两人合体都不是一个重度烧伤患者的对手，这编剧就有点过分了啊！就在神经男要对小白开枪的时候，彪哥就冲了上来，用自己的身体替小白挡住了子弹。彪哥带着神经男消失在了重重烟雾之中。此时距离游戏结束也仅剩3分钟，大家这才反应过来，连忙把萌萌的尸体扔进了审判之火。小白才注意到明明的尸体旁就有2部好机星，其中一部竟然还在录像。将萌萌的尸体投入审判之火后，红桃式游戏终于结束。海滨玩家以非常惨痛的代价换取了10天的签证期。众人目睹着往日乐园化为一片火海，阿姨却没有急着逃出来，而到酒店大堂取走了那张红桃石。她想知道接下来设计游戏的人还有什么花招。而通过明明的好记星，她和萌萌的故事也逐渐浮出水面。原来学生妹萌萌和明明在进入弥留之国前就是朋友。来到这里后，他们被游戏操纵者招募，参与设计游戏，尽管被称为发牌者，但他们也需要通过游戏获得签证。如果在玩家面前公开自己发牌者的身份，同样也是个死。游戏运营基地藏在东京某个地铁站内部，运营基地有成千上万的屏幕，而屏幕前的运营者们眼睁睁地看着玩家们死去，并为自己的胜利欢呼雀跃。就是这样惨无人道的杀戮游戏，让明明和萌萌饱受煎熬，痛不欲生。实在忍受不了的萌萌最终选择了自我了断。根据明明留下的视频，小白和小美找到了运营基地，但此时因为玩家通过了红桃式游戏，发牌者也由此失败，所有运营人员都被击穿脑壳死亡。而阿姨和水姬也已经先一步找到了这里。阿姨所在这里的凭据，则是在第3季时在鬼身上找到的那张鬼画符，这其实就是一张东京地铁图。阿姨原以为找到这里就能解开所有秘密，没想到运营者基地的发牌者们也不过是更上面的人的傀儡。就在此时，所有屏幕亮起，出现在屏幕上的女人竟然是海滨干部之一，戏份少到我压根就没有起名字的长发姐。看来在幕后操作海滨游戏的就是她，也是她偷偷调整了海滨的电力驱动方式。长发姐一边恭喜面前几人攻略了所有数字牌游戏，一边把他们经历过的惨痛场面播放出来。紧接着，长发姐激动地说要送给几人一份大礼。水姬以为礼物就是回到正常的生活中，然而万万没想到，礼物居然是新的人头牌游戏。第2天一早，空荡荡的城市中再次放起烟花，城市上空出现了数字飞艇，吊着代表人头牌的巨大旗帜。游戏进入了第2阶段。以上就是《弥留之国的爱丽丝》第1季的全部剧情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了个拜。喜欢我的解说，请按一个喜欢，也要记得点击右上角订阅我的频道。那么我们下期再会，拜了个拜。